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地捅自己口子，而且捅完还要在伤口上撒2斤盐消毒，甚至还在盐里掺了1斤辣椒面。只因前世我被上司绑定了10倍返利系统，我努力工作，他拿10倍奖金；我拼命健身，他得10倍健康。我活得像个苦行僧，他夜夜笙歌，身体却越来越棒。而我的女友是他最得力的帮凶，他逼我戒烟戒酒，戒掉一切不良嗜好，只为了让我的生命力更纯净，好让他吸得更畅快。重生后，为了让上司感受10倍痛苦，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第2天，我特意早早地来到了公司，等待着丝装货的出现。8点50，他来了。然而他的身上没有丝毫受伤的迹象，他的动作没有半点不协调。当他的目光扫过我这边时，甚至还冲我露出了一个关切的微笑。我的心在那一刻沉入了无底的深渊。自残竟然没用，难道他的系统只返利好的，不返利坏的？那也不对啊。不然柳如烟为什么逼我戒掉不良嗜好？就在我快要被这股绝望吞噬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顾晨，你怎么了？看起来这么虚弱，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要不我们这个周末请个假，去郊区的温泉酒店住2天，好好放松一下。或者晚上我陪你去健身房，出身大汗，把负能量都排出去。看着他这张巧笑倩兮的脸，我心中的怒火、委屈、绝望瞬间汇聚成了一股岩浆，猛地一下就喷发了出来。压力、焦虑，不都是拜你们这对狗男女所赐吗？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几分钟后，我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包崭新的裙子。当着他的面，也当着办公室里所有假装在工作，实则竖着耳朵听八卦的同事的面，点燃了。然而柳如烟的反应却比我预想的要激烈100倍，她的脸色瞬间变了，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抢过我嘴里的裙子，狠狠地扔在地上，然后用她那尖细的高跟鞋歇斯底里地撵了上去。顾晨，你疯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已经把烟戒了吗？你怎么又抽上了？你知不知道这对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啊？这反应太奇怪了，以前无论我怎么抗拒健身和其他自律项目时，他都是用温柔的劝说的语气来引导我，可抽烟这件事，他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如此失态，仿佛我抽的不是烟，而是他的命。我看着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身体，看着他那双充满了惊恐和慌乱的眼睛，一个疯狂的、大胆的、石破天惊的念头，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我混沌的脑海。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搞懵了。顾晨，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对你发火的，我也是真的为你好。为我好，是为丝装货好吧？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柳如烟的耳边轰然炸响。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回去告诉你的好情郎，丝装货他的好日子到头了。第2天，我在公司的电梯里和丝装货不期而遇。往日里总是神采奕奕的他，今天眼圈竟然微微发黑。电梯里只有我们2个人，我能清晰地听到他时不时的会发出1-2声压抑的、轻微的咳嗽，喉咙里还发出一种类似于老烟枪早起时才有的含糊的卡痰声。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心中那道划破黑暗的灵光彻底被点亮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个该死的返利系统，他反馈的根本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或者坏事，他反馈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时内心的真实感受。我自残心里是痛苦的，所以他依旧春风得意，不受任何影响。所以这种爽所带来的负面生理效果就是咳嗽、喉咙不适、对肺部的损伤。怪不得柳如烟和我恋爱这1年从不让我碰她，原来她不是矜持，她是怕我爽啊，怕我一爽，丝装货那边就要跟着灰飞烟灭。怪不得她要严禁我一切所谓的不良嗜好，什么熬夜打游戏、喝酒、撸串，而且连起飞都不让。想到这里，我差点笑了出来。丝装货、柳如烟，你们千方百计地压抑我的天性，扼杀我的欲望，就是为了让你们自己能高枕无忧地吸我的血。那么现在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既然你们那么怕我爽，那么我偏要爽起来。找到了系统的真正用法，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色彩斑斓。丝装货的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差了下去，他开始频繁而剧烈的咳嗽，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常常一句话没说完就咳得满脸通红，引得大老板都对他投去了不满的目光。但他很能忍，他心里清楚，距离最终的收割日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只要能熬过这段时间，他就能带着我这1年来辛苦积攒的巨额财富和健康的身体远走高飞，享受人生。而我也意识到，光靠抽裙子想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把它彻底搞垮，似乎还不太够。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开始盘点还有哪些事情是能让我发自内心感到爽，但又对身体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呢？突然，一个被我压抑了许久，甚至有些难以启齿的念头，像一颗调皮的流星，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然后迅速变得清晰明亮。对啊，我一个26岁、血气方刚、生理功能完全正常的单身男人，重生前被柳如烟那个女人管得死死的，
别说那啥，连接吻都得看他心情。他美其名曰的说要为我们的未来负责，不能沉迷于短暂的快乐。现在想来，他根本就是怕我爽。我重生了，也跟他分手了，我又是光荣的单身狗了。那么有些事情自己动手，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我给这个计划取了一个响亮而充满希望的名字，叫做起飞计划。短短3天之后，丝装货整个人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迅速的脱了相，他走路都需要扶着墙，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开会的时候，他手里的激光笔抖得像帕金森晚期，连 PPT 上的字都指不准了。有好几次说着说着话，眼神就突然涣散，开始发呆。整个部门都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私下里议论纷纷。司主管这是怎么了？感觉跟被吸干了阳气一样。年轻人嘛，火气旺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那天下午，他终于扛不住了，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顾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和柳如烟分手后，我把她抢了，是我的错了，我混蛋，我向你道歉。他竟然主动向我低头道歉了，我心中冷笑，看来他是真的被我这一日两飞的组合拳打得快要魂飞魄散了。但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他？我还有更多的计划没有实施呢。司主管，发生什么事了？顾晨啊，我看你是个有才华的人，不能就这么颓废下去。你看，这是城南那个新媒体推广项目，前景非常好，油水也足。前期的所有苦活累活，策划部的张强他们团队都干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整合上线，去摘个桃子就行了。我已经跟上面打好招呼了，这个项目交给你来，全权负责收尾，奖金绝对丰厚。又是这种白送钱的好事，他以为用钱就能收买我，让我停止这种自杀式的袭击，可笑。司主管，我不干了，我想辞职。不行！他几乎是吼出来的，随即又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放缓语气，几乎是在恳求我。顾晨，你听我说，公司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你不能走，绝对不能走。他知道就算我走了，只要系统还绑定着，他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暗箱操作，把钱和功劳硬塞到我的名下，他照样能拿到10倍的返利。但是那样一来，我就彻底脱离了他的视线和掌控。他害怕我离开之后会做出更加丧心病狂的，让他无法承受的快乐之事。顾晨，算哥求你了好不好？只要你留在公司，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加薪升职都没问题，只要你别再那么折磨自己了，行吗？啊！我看着他那副快要崩溃的模样，心里爽翻了天。折磨自己？大哥，你可能有所不知，我这可是在享受人生啊。这天之后，我开始变本加厉的放纵自己，晚上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起飞，而是约上几个狐朋狗友去酒吧里喝酒，去 KTV 里唱歌，不到天亮不回家，白天就在公司里补觉，醒了就去吸烟区抽根烟提神，顺便在公司的豪华厕所里完成每日的起飞 KPI。丝装货的身体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迅速垮掉，听说他已经开始出现幻听和幻视的症状，有好几次在会议上突然站起来，指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大骂，说有鬼在追他。柳如烟也来找过我几次，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而是哭得梨花带雨，憔悴不堪。她求我放过丝装货。我看着她那张虚伪的脸，只觉得无比的可笑和恶心。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想回头，晚了，我还要给你们送个大礼呢，等着吧。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但他不抽市面上卖的那些花里胡哨的卷烟，他只抽他自己在田间地头种的，自己亲手晾晒的叶子烟。以前我一直好奇是什么滋味，想偷偷尝一口，但每次都被爷爷发现。小孩子家家碰这个做什么？呛死你！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家乡，去城里读书工作。再后来，爷爷不在了，我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那种充满了原始狂野气息的老古董了。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费了不少周折，搞到了一大包成色极佳的，据说是窖藏了3年的陈年叶子烟，那烟叶呈深邃的、油润的深褐色。随后，我学着记忆里爷爷的样子，将那些油润的烟叶一片片撕开，均匀地铺在一张巨大的、厚实的草纸上，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从一端开始，将它紧紧地卷起来。我的目标是创造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大杀器。最终经过1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和反复调整，一根史无前例的超级雪茄在我的手中诞生了。它足足有我的小臂那么长，有我喝水的保温杯那么粗。与其说这是一根烟，不如说它是一根棕褐色的法杖，或者用一个更贴切、更形象的词来形容，核武器。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当丝装货在系统的作用下吸入着10倍剂量的核弹之后，他那英俊的脸上将会绽放出怎样一朵绚烂而又扭曲的菊花。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他灵魂出窍、羽化登仙时那美妙的哀嚎。这天，公司召开前3季度的工作总结大会，这是1年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最高层的领导，包括那位常年在外地考察的集团董事长，都悉数出席。而丝装货作为今年业绩最亮眼、最
最受器重的明星主管被安排在了第一个上台汇报。我到会场的时候，他已经西装革履地站在讲台旁做准备了。他穿着一身昂贵得体的手工定制西服，头发用发胶梳的油光锃亮，试图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掩盖他那憔悴到极点的面容。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那深陷的眼窝、惨白浮肿的脸色，以及站着时那2条不自觉的微微颤抖的腿，都像是在无声的控诉着他这段时间的幸福生活。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董事长眉头已经微微皱了起来，显然对自己这位曾经的得意干将现在的状态相当不满。我将我的手机不动声色地靠在面前的水杯上，调整好摄像头的角度，使其正好对准讲台。然后我默默地按下了录像键。在丝装货开始演讲时，我悄无声息地溜出了会场，直奔顶层的吸烟室。然后我郑重地掏出了我那根精心制作的承载着我所有恨意的核武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天灵盖仿佛被一颗迎面而来的加农炮弹直接掀飞了。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眼前金星乱冒，天旋地转，耳边嗡嗡作响。我的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我歇了足足有1分钟，我知道我不行了，赶紧把它熄灭塞回怀里。然后我扶着墙，晕乎乎的一步一晃地往会场走去。刚走到会场门口，我就被里面的景象给惊呆了。会场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女同事的尖叫声，男同事的惊呼声，保安急促的对讲机声交织在一起。我看见几个人围在讲台边，董事长的脸色铁青的像锅底一样，正在对着他的秘书大声咆哮着什么。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动声色地拿起我的手机，停止了录像。我点开刚刚录下的那段视频，里面的画面让我差点当场笑出猪叫声。视频的一开始，丝装货正站在讲台上，洋洋得意地吹嘘着他今年的辉煌战绩。突然，就在我吸下第一口核弹的那个瞬间，他的身体猛地一僵，双眼瞬间暴突，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东西。紧接着，他开始剧烈的抽搐，像一条被扔上滚烫铁板的活鱼，嘴巴张得老大，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却发不出任何完整的音节。下一秒，就在我吸下第2口的时候，一大股白色的泡沫从他的嘴角汹涌地喷涌而出，他整个人像一根被砍倒的木桩，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四肢还在不受控制的、有节奏地抖动着，像一个失控的跳舞机玩家。那场面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 B 级恐怖片都要来得精彩，来得刺激，来得大快人心。丝装货当天就被救护车直接拉走，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院连夜组织了专家会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长期大量吸烟、酗酒、熬夜、纵欲过度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多器官功能系统性紊乱，并诱发了急性的癫痫样发作及神经系统障碍。医生再三叮嘱家属，病人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需要绝对的静养，不能再受到任何一丁点的刺激，否则随时都有可能猝死。第2天，我吹着口哨，慢慢悠悠地来到了医院的 ICU 探视区。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看到了病床上的丝装货和守在床边的柳如烟。柳如烟哭得双眼红肿，像2个核桃。她看到我，眼神里充满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怨毒。病床上的丝装货戴着氧气面罩，插着各种仪器，像一具提前入土的僵尸。我对着玻璃窗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寻思着，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浪费了。今晚我约了几个朋友，准备去 KTV 通宵喝酒唱歌，正好把这个带上。玻璃窗那头，丝装货的眼珠子瞬间瞪得像2个铜铃，他那死灰般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那是极致的恐惧。呼吸机上的数据开始疯狂的跳动，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他一把扯掉了脸上的氧气面罩，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挣扎着坐起来。不要，顾晨，我求求你，求你好好休息，别去玩了。我看着他那副濒死的模样，嘴角的笑意越发冰冷。丝装货，我知道你那个该死的系统，它能把我获得的一切10倍返还给你，对不对？他的眼神从震惊到骇然，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最后化为了一片死灰。我错了，顾晨，我错了，我把系统返利的所有钱全都给你，我分你一半，不，我全都给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笑了，笑得无比讽刺，无比猖狂。钱？那我的命呢？你拿什么还给我？他彻底说不出话来了，浑身抖得像筛子里的糠。别急，我的好大哥，我们慢慢玩。我倒要看看，在这最后的90天里，到底是你先被我爽死，还是我先把自己玩死。说完，我不再看他那张因为极致的恐惧而扭曲变形的脸，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身后是 ICU 里响彻云霄的刺耳的警报声，是柳如烟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还有仪器被撞倒在地的破碎声。就在我刚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人类感情的纯粹的机械音。警告：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受到严重且不可逆的威胁，系统核心安全协议被触发，正在启动强制解绑程序，解绑进度10%、30%、100%，强制解绑程序已完成，绑定解除。话音刚落，我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的
充满了生命力的暖流从我的四肢百骸瞬间涌起，然后迅速地遍布我的全身。那是一种久违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力量感，仿佛那些一直被系统抽走的生命力，在这一刻带着利息悉数回归到了我的体内。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轻松。1周后，我收到了消息，司装货出院了，并且活蹦乱跳地回到了公司。我悄悄地去公司附近看了他一眼，他身体好了，开着他那辆骚包的保时捷，仿佛之前在 ICU 里那个垂死挣扎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我心中有些无可奈何，既然他活过来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被清算的时刻了。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人事部经理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我被开除了，理由是长期无故旷工，工作态度极其恶劣，严重违反公司纪律，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我没有去争辩，也没有去闹，我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我收拾好我那点可怜的个人物品，离开了这个让我重生，也让我差点再一次死掉的地方。我去了南方一个温暖的海滨小城，找了份清闲的、不用加班的程序员工作，租了个能看到海的房子，开始了全新的、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大概在3个月后的一个普通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我曾经生活的那座城市。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喂，是顾晨吗？是我。顾晨，求求你，求求你借我点钱好不好？50万，不，30万也行，我求求你了，只有你能帮我了。去找你老公司装货，他不是青年才俊、商界精英吗？谁知我一提到司装货这个名字，电话那头的柳如烟就像是被点燃了引线的炸药桶，瞬间爆炸。司装货那个天杀的王八蛋，他不得好死！他骂得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仿佛司装货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疯狂骂得一头雾水，也懒得再听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并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然而几天后，我从一个还在原公司的关系尚可的前同事那里通过电话，才终于听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就在系统与我强制解绑的那一刻，一个迟来的却无比公正的审判降临在了司装货的头上。那个所谓的高级智能逆反力系统，它遵循着一种诡异而又公平的能量守恒定律。它赠予司装货的所有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强制解绑的代价就是将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夺的正向收益，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10倍奉还。我这1年来通过项目获得的奖金、工资、分红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万，系统返利给他的是1000多万的现金。而在解绑的那一刻，这1000多万的现金瞬间变成了一笔高达1亿多的凭空出现的债务，而且这些债务不是普通的银行贷款，而是分散在几十个不同的利滚利、能要人命的地下高利贷公司名下。更绝的是，我这1年来辛辛苦苦锻炼出来的生命力，那些被他吸走的让他能肆意挥霍健康的能量，也在解绑后以一种透支的形式反噬到他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出院后看起来恢复了健康，那不过是系统解绑后身体机能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罢了。实际上他的身体底子早已被掏空。在我刚离开公司后，司装货和柳如烟光速结了婚，而柳如烟作为他的合法妻子，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债务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他们的夫妻共同负债。柳如烟得知真相后当场就崩溃了，她哭着喊着要跟司装货离婚。司装货为了找个人分担债务，死活都不同意。那些高利贷公司的人几乎天天都派人去公司拜访司装货和柳如烟，他们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司装货的办公室门口或者柳如烟的工位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工作。他们去吃饭就跟着去餐厅，他们去厕所就守在厕所门口，那种无形的压力足以让任何人精神崩溃。最终公司以严重影响公司正常办公秩序和企业形象为由，将他们2个双双开除。前同事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的场景，司装货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像拖死狗一样从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拖了出来。他一边疯狂的挣扎，一边撕心裂肺的对着空气嘶吼着：我不解绑了，我不解绑了，我错了，求求你重新绑定吧，绑定我，求求你了。再后来听说他们2口子被那些高利贷公司的人强行带离了那座城市，有人说他们被卖到了缅北的某个诈骗园区，去用他们那聪明的头脑和漂亮的脸蛋去创造价值，偿还那笔永无止境的债务。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恶人终有恶报。开始写下我的新项目的第1行代码，这一次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汗水、所有的智慧和创造都将完完全全的属于我自己，我的人生由我做主。